这个魔法使老头居然想跟芙莉莲五五开，让队友先带走了芙莉莲的2个队友小姑娘。而邓肯其实对于成为1级魔法使所获得的特权并不感兴趣，在他看来，魔法最有趣的是追寻的过程。殊不知这句话芙莉莲以前也说过，他曾经跟着师傅一起拜见过师傅的师傅，也就是大魔法师赛利艾。作为见面礼，师祖表示可以教芙莉莲一个魔法，想学啥都行，因为他知道有史以来所有被记录在魔导书上的知识。然而芙莉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并且说出了那句话：魔法最有乐趣的是追寻的过程。师祖当即评价芙莉莲这孩子不行，一点野心都没有。可弗拉梅却说，只有这种魔法师才能开拓和平的时代。事实也的确如此。回想起了往事，芙莉莲久违地提起了战斗的兴趣。不过他的2个小伙伴此时的状况却不太妙，他们几乎被那个中年大叔吊打，2人合力才只是勉强抵抗。毕竟一个冰系魔法，一个水系魔法，周围没有水，根本无法施展。反倒是大叔的土系魔法能够随心所欲，还顺便给2个小朋友上了堂历史课，告诉他们魔法的历史就是攻击与防御的历史。所以现代的攻击魔法中，操作物质就成了主流。话音刚落，地面就猛然凸起一根巨大的尖刺，康涅和拉比涅还来不及躲避，就被震飞出去。这就是拥有压倒性质量的物质攻击。但这个大叔并不打算杀掉2人，而且戳穿了他们的虚张声势之后，也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弱点。康涅非常聪明，短暂的相处就看出了这个男人的性格。他好战到会摆架子说教，那么为什么不在有水的地方击溃他们呢？这样不是更能证明自己的实力吗？除非他在害怕些什么。大叔不置可否，让他俩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，等邓肯和芙莉莲那边的战斗结束。和这边一边倒的局势不同，芙莉莲战斗向来不喜欢用尽全力，所以看起来真的像和邓肯五五开一样。2人在空中进行着紧张刺激又酷炫的魔法追逐战，谁都没有占得了便宜。只是魔力更加丰富的芙莉莲一看就更游刃有余。邓肯意识到再这样下去，自己的魔力迟早会被耗光，必须尽快分出胜负。当即挥起魔杖，使出决胜一击。随着咒语被吟诵出来，一道巨大的龙卷风成型，转瞬间龙卷风又变成了火龙卷，然后向空中的芙莉莲席卷而去。即便威力如此巨大，却也无法突破结界，同样也无法突破芙莉莲的防护屏障。邓肯见状加大力度，无数魔力光炮同时射向屏障，然而根本没能破芙莉莲的防，对方甚至还能抽空反击。邓肯不敢置信，一扭头，芙莉莲已经来到了他身边，魔杖放出耀眼的光芒，下一秒邓肯就被法阵震飞出去。这一下他的魔力彻底耗尽了，只能不甘心地看着芙莉莲一步步走来。到最后他都只用了基础的战斗魔法，就好像是对待见习魔法师的指导战一样。至此邓肯终于意识到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芙莉莲并无意杀死这个老爷子，他只想拿回他们的云铁鸟，干脆拿老爷子当人质，猜出那个小姑娘肯定就在附近，隔空喊话让她赶紧出来，不出来的话自己就杀了邓肯。小姑娘对自己的瞬移魔法非常自信，果然中了芙莉莲的计，刚过去抓起老爷子准备带走，就被芙莉莲揪住了衣领。云铁鸟到手后，芙莉莲将祖孙俩绑到了树上。小姑娘好奇地问老爷子，为什么那么执着于成为1级魔法师？明明财富和地位他都已经到手了。没想到老爷子给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答案。这个老头拼死拼活的考级，居然只是因为想回家扫墓。他的故乡在北方高原的深处，因为魔族肆虐，只有1级魔法师进得去。老爷子就想考个证回去。另一边，中年大叔看到邓肯输给了芙莉莲，也不打算再对2个小姑娘宽容。康涅和拉比涅抵抗得越发吃力，芙莉莲却对他们很有信心，只要有水，这2个人就不会输。所以从昨天晚上他就开始解析结界，现在终于解析完了，直接用魔法将结界破坏掉，外面的雨水也随之落了进来。有了雨水后，局势立马反转，拉比涅将周围的所有雨水汇集起来，在空中几乎形成了一个湖泊。康涅同时用冰冻魔法困住大叔，他的屏障在这巨大的水团面前连1秒都没撑住，直接被冲下了悬崖。芙莉莲赶紧回去称赞了自己的2个队友，距离日落只剩下2个小时，这一下他们稳赢了。
而邓肯他们这组到现在还没有拿到云铁鸟，3人还都魔力耗尽，基本上没什么希望了。但邓肯还是不打算放弃，挣脱锁链之后，又跑去找到了另一个抓到云铁鸟的小队。这个小队虽然抓到了鸟，却也失去了一名队员，依旧升级无望。双方都是魔力耗尽的状态，邓肯直接走出去甩了一下衣袍，准备和对面来一场男人之间的较量，那就是肉搏。最终的结果毫无悬念，邓肯赢得了这场决斗。在日落之时，雨也停了，抓到鸟的小队纷纷前往集合地点。第一场测试就此结束，有6支小队，共18个人合格。而第2场测试将在3天后举行，考生们可以暂时休整一下。在弗利莲和费伦参加考核的2天里，休塔尔克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，天天熬夜到凌晨，再睡到傍晚，那叫一个爽啊！结果这天下午刚起床，2人就回来了。费伦一眼就看穿他刚从床上爬下来，休塔尔克怂大大的承认了，他不仅熬夜，还半夜喝了果汁，把费伦又气成了大喷菇。于是今天的任务就变成了哄费伦开心。刚好弗利莲知道一家非常好吃的餐厅，以前他和辛梅尔他们一起去过，不知道过去80多年是否还开着。与此同时，邓肯和丸子头也找到了那位中年大叔，虽然下次测试他们很可能就是对手了，不过在第1次测试中建立起来的同伴之情还是延续了下来。邓肯说自己在找一家餐厅，希望队友帮帮忙，那是他的妻子生前跟他一起去过的一家店，到现在都无法忘记那个味道。本来不是很情愿的大叔听到这句话，忍不住憋出了一句：那你会请客的吧？同样再次聚首的还有费伦的2个队友，眼镜哥和尤贝尔。眼镜哥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，仿佛将自己的内心完全封闭，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。尤贝尔对他很感兴趣，眼镜哥也有点好奇尤贝尔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杀掉那个白毛战士，他明明是有机会的。没想到尤贝尔坦然承认，他的确是被那个白毛打动了，尽管双手早就沾满了鲜血，但还是想作为人类活下去，让他忍不住和对方产生了共情。他也想像白毛那样，在杀人之前给自己一点犹豫的时间，结果下一秒就用束缚魔法捆住了眼镜哥。原来尤贝尔能够使用的魔法并不固定，准确来说，只要能产生共情，他就能够使用别人的魔法。他对眼镜哥的分身魔法很感兴趣，却怎么都无法共情这个男人，想知道他到底抱着什么想法，又经历过怎样的人生。眼镜哥直接表示，我看你不爽，我才不会告诉你呢。马上要被杀了，居然还这么嚣张。尤贝尔愈发欣赏眼镜哥，也知道如果真的杀了他的话，那就再也无法和他共情了，所以最终他松开了眼镜哥。也正因如此，稍微有点懂了。最后2队人马不约而同的来到了同一家餐厅。邓肯他们到的时候，弗利莲3人已经在点菜了。不久前还针锋相对的2拨人，现在却能在这样的氛围下平和相处。毕竟吃饭就得开开心心的。休塔尔克点了超大份的蛋包饭，弗利莲点了一大盘子肉排，费伦点的全是甜品，怪不得脸这么圆呢。很多年前，弗利莲和勇者一行人来到了这家餐厅的时候，帮助厨师从魔物手中夺回了祖传的菜刀。弗利莲很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食物了，所以点了超大一盘。虽然理论上也可以下次再来，但很多美食就是因为这样再也没有吃到过。厨师听到后就向他保证，这家店的味道是打算一直传承下去的。弗利莲不置可否，反正所有厨师都是这么说的，但说归说，他还是想要在料理中加入自己的印记。最后变了味儿，辛梅尔就安慰他，没关系，到时候再去找更好吃的东西。时间回到现在，休塔尔克和费伦都已经尝过了各自的料理，瞬间惊为天人。弗利莲也插了块肉，果然味道还是变了，不过也省得再找更美味的食物了，因为这盘肉排比那时候要好吃多了。吃饱喝足的弗利莲心情也好了许多。第2天早上，休塔尔克独自去城外修行，旁边一个老头称赞他已经领悟了武的真谛。弗利莲问这老爷子是谁，休塔尔克说他也不知道，只是修行的时候对方会时不时跑来搭话。而弗利莲这次过来是因为费伦又变成大喷菇了。今天本该轮到弗利莲去采购，结果他睡过头忘记了，于是怒气值攒满的费伦瞬间爆发，再也不愿意搭理弗利莲大人了。弗利莲想让休塔尔克帮忙调解一下，休塔尔克连连拒绝，我也害怕呀。
他还是鼓起勇气帮忙劝解了一下。费伦只说了一句：“我想吃点心。”两人只能带着他去面包店。另一边，康涅和拉比涅也难得出去约会，看到盛装打扮、宛如淑女的康涅，拉比涅单膝下跪，握住对方的手：“那今天就让我当你的护卫吧。”结果下一秒就被康涅骑在身上揪头发。两人去了面包店，刚好碰上芙莉莲他们几个，就迫不及待地想去芙莉莲住的地方看一看。周围全是女生，修塔尔克有些不自在，刚想脱身就被白毛战士给拦下了。两人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，白毛非常满意：“你小子可真棒呀！”原来他们从大陆魔法协会接到了消灭糟蹋农作物的弗雷萨的任务，正在寻找一个前卫，修塔尔克就非常合适。白毛直接问费伦能不能把这小子借自己用用，费伦表示随你们便。于是修塔尔克就被拉走了。回到旅馆后，拉比涅把他们买的面包递给芙莉莲当谢礼，毕竟如果没有他的话，他们俩很可能连第二次测试都进不了。听着两人的道谢声，芙莉莲又想起了辛梅尔，以前的辛梅尔也经常被人道谢。芙莉莲忍不住问他是为了什么才帮助别人的。辛梅尔回答：“因为我是勇者，不过追根究底还是为了自己，想要在别人的心中留下一点痕迹，而只需要小小的改变一个人的人生，就能让对方记住自己，这样就足够了。”时隔80多年，芙莉莲好像第一次真正理解那句话。康涅和拉比涅给的小点心非常好吃，费伦的心情也好了不少，马上就要第二次测试了，说不定再见面他们就是敌人了。刚说完，外面就有只传信鸟过来，送来的正好是下次测试的通知，写了测试的时间、地点和考官姓名。康涅一看考官是桑瑟，就感慨真倒霉，过去4次桑瑟负责的考试，没有一个人是合格的。